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我们来看非常厉害的 case， 那就是指甲快没了，快要没有指甲的例子。哇哦，各位看到红色指标指的地方，是的，真的非常的严重。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哇哦，这只手指头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例子，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请跟我往下看。严重抠咬指甲，前后对比，就不废话，来各位看一下，左上角是第一周，右下角是最后58周，历经非常辛苦的一个矫正过程。那么这双手，它从左边是第一周啊，右边是第58周，哇哦，从不好看到非常完美的手。同样的大拇指看一下，左边是第一周，右边是第58周。如果说我今天没有特别提出来的话，各位一定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的手。可是请看一下大拇指哈，上面那个纹路啊，指节的纹路是一模一样的，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啊，只是历经了非常辛苦的矫正而变成非常漂亮的手。无名指接近没有指甲。这个例子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无名指是超短的指甲，来这边比给各位看，超短哦。大多数的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完整的指甲啦，所以来我们这边矫正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从正常的指甲变成没有指白的指甲，而更进一步变成甲床外露超短的指甲。所以说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认为橘色这个是漂亮的指甲，放上去看一下，漂亮的指甲应该长这个样子，这个长度。可是通常来说，我们稍微一点破坏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个所谓的短指甲，短指甲长度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样子还 OK， 勉勉强强还 OK， 只是不好看而已。可是当你变成超短指甲，红色超短指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就到了你务必要来做矫正的时候了。那如果这都还不来，还不处理，那就会变成快梅指甲，黑色的快梅指甲是这么一点点。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生活上的困扰，也会有很多的疼痛跟不舒服。我们大多数的客户在下面这个食指短指甲的时候就会来找我们了，那到中指超短的时候就真的是该来了。如果说你要拖到快没指甲才来找我们的话，那么你矫正过程就会拖得比较久，比较辛苦，而且花比较多钱。所以当然了，有来矫正总比没来矫正好，不要让自己的指甲越来越严重。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食指就是可以来矫正的时候了，大多数的客户都在这个时候来矫正。中指就是应该来矫正的时候了，那这个无名指就是不得不矫正的时候再不矫正就严重咯。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一下，这刚好对焦对到这一只无名指也是不得不矫正。拜托，老板娘你好，你觉得这只手指头要不要矫正啊？要看客人自己会不会觉得不好看啊。哇，这样子的还不矫正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客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困扰，客人就喜欢指甲只有1公里的人。不好说。那为何指甲这样严重呢？这是因为长期累积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干燥，因为皮肤比较干燥，最后导致皮肤变得厚，皮肤变厚它就会裂，裂的去抠，所以指甲也会因为这样而裂。那心理上也是有些人是心理上完美主义，或者是压力大，就会去弄他的指甲，所以导致破坏是无穷尽的，撕剥抠咬指甲这些行为就慢慢产生，越产生那它干燥问题越严重，心理问题越严重，而变成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之后就提不下来，提不下来就变成非常严重的状况。用这只手刚好来做举例，一开始当然是皮肤真厚看到那边皮肤变得很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去破坏皮肤，去抠它，去抠皮肤，最后就会引起抠指甲。那指甲抠多了之后呢，就变短，变短之后就变成甲床外露。好，到这边为止，如果是你真的坚持我不要矫正指甲 ，OK， 到这边都还勉勉强强可以。可是如果再严重一点，变成指缘红肿发炎，最后母体受损，长出不健康的指甲，然后真的乱长。这个时候就到了一定要来矫正的时候了。如果你不来我们这边矫正，也请你去看皮肤科医师，至少做处理，而不要放任它随便的往下发展。不靠外力矫正可以吗？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不想靠外力来矫正，我不想来你宝贝，你们太远，你们太贵，我没有时间之类的。那么我能不能不靠外力来矫正呢？答案是也许可以，真的也许可以。如果说你不想靠外力来做矫正的话，那势必你要把日常保湿做好，而且要避免一切的破坏。这2项都做好之后呢，就有可能不靠外力而把指甲长出来，但是它的成功率很小，而且通常会有严重的后遗症例如说有扇形、有飞甲或指甲歪斜的问题。
如果各位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不做水晶或凝胶有没有办法矫正指甲这个议题的话，我们拍过影片，右上角的连结或者是下面的说明栏都可以往里面点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飞甲跟扇形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又回到他的双手咯，我们看一下他的无名指因为甲床肿胀，所以肿胀的甲床就会推挤指甲，而且是一种往上推的推力，往上推，所以你在往前长的时候就一直干扰，然后往上飞成飞甲了。这只手指甲很短，也许看得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们看它的无名指已经很明显了，只要指甲长出来，一定会往上推，而形成飞甲的状态。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了解飞甲的话，我们拍过影片也写过文章，右上角的连结下面的说明栏都往里面点一下，了解飞甲的状况。回到他的双手，我们来谈扇形的问题。一样是甲床肿胀，所以甲床肿胀就会让你的肉往两侧推，所以就会有一个往左侧推力以及往右侧推力，所以指甲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扇形指甲。当然，这一只手指头因为指甲很短，看不清楚，我们一样看中指，中指长出来一点了，看得很明显，它已经成为扇形指甲的状况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矫正的过程。各位可以发现，在第8周的时候就看到了扇形的产生，而且这个第8周是我们有人造指甲去控制住它的情况下，还是在第8周产生的扇形。如果说没有控制的话，可能第3周、第5周就扇形了。之后扇形都越来越严重，可是没关系，它越来越严重，我们就一步一步控制它，让它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那到18周还是有点扇形，可是到了第35周的时候，我们就把扇形终于解决掉了。我看到我是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这么严重的扇形给处理掉。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扇形的原因、处理方式的话，我们一样拍过影片、写过文章，请右上角点跟右下角的说明栏都可以去看。你宝贝指甲矫正计划，在这边大家提一下如何挽救这双手当然是用你宝贝的指甲矫正计划，指月跟外用膏，每天认真擦，矫正型人造指甲，准时修补保护你的指甲。好，那接下来我们用这2件事情来讨论这一双手极佳的日常保湿。要做好日常保湿，最重要的就是维持皮肤的油脂。以这双手来说，最基础的步骤就是每天外用膏10次以上，避免指尖皮肤干燥，慢慢的让指肉回到健康的状态，逐渐去拯救指甲的状况。像在这边我们就会推荐外用膏，而且擦在指甲的周围，这一圈好好的擦。那么这个例子同样也会需要指缘油，因为指缘油不刷头皮，所以它可以把指缘油擦到甲床下方以及指缝中，让甲床的皮肤变嫩变健康，好让粉红色的甲床上面的指甲能够慢慢粘回去而变成粉红色的。像这双手来说，我们就会把指缘油涂到我们人造的这个甲床里面去，正常的指缝里面去，这边都需要涂这个指缘油进去，好让下面的皮肤能够变嫩，长出粉嫩的甲床来。定期修补人造指甲，在我们这边一般来说，矫正型的水晶指甲9到14天就要回来修补一次。矫正型的凝胶指甲呢，14天到21天就要回来一次，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矫正不可以拖否则会大大影响矫正的进度。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了解什么是指甲矫正的话，拍过影片也写过文章，右上角的连结还有下面说明栏都可以往下点。指甲矫正的过程，来，我们看一下第1周的照片。这个时候它有很严重的甲床外露，所以我们当然采用矫正水晶来做处理。所以看到第3周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水晶指甲在上面。持续几周努力之后呢，到第10周，指甲的甲床算是勉勉强强长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采用矫正型凝胶导入进去，开始更进一步的去保护指甲。那到了第18周的时候，指甲变长了，可这个时候甲床却没同步的跟上，所以这时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处理甲床的问题。那到第30周的时候，其实甲床的问题也处理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重点是控制甲型，把扇形跟飞甲都处理掉。可是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它不是每个阶段分别做，不是，它是一直都有在做，只是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处理甲型这样子。那我们处理完之后，大概到第43周的时候，客户觉得还不错了，可以了，满意了。通常在这个时候会建议客户再多做一点时间，为什么呢？来看第58周。
让它再多做点时间之后，去确保你的指甲是稳定的，这样才可以卸甲。你离开我们之后呢，才可以继续维持这么漂亮的指甲。左上角是第1周，右下角是第58周，漫长辛苦的矫正过程。那如果各位想要更深入了解这一个例子每个阶段的照片的话，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写过文章，在下面的那个说明栏里面，请点进去了解一下。你宝贝问题指甲专门店讲到这里，当然要替自己宣传一下，我们你宝贝2008年创立至今非常久远，而且我们的技术非常高超，是 Peggy 去加拿大攻读指甲专业而带回来的。在指甲矫正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全台湾最资深、最专业、服务最多客户，已经快要服务超过5000位客户的一个专攻指甲矫正的指甲店，非常厉害。所以如果各位的指甲有矫正的需求，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欢迎你们来李宝贝，由我或有 Peggy 来为各位服务哦。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当然私讯也是可以的咯。今天就到这咯，感谢大家，拜拜。